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。小祖宗啊，你天赋异禀，怎可如此虚度光阴？哎呀，我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，何必非要逼我这么努力呢？长老，我都修行半个月了，啥时候让我下山历练历练？哎呦，小祖宗，外面兵荒马乱，你要是磕碰着，掌门非活剥了我！是我作为道宗内知名废物，早该扫地出门，可偏偏把我当稀世珍宝，严禁下山。这一切要追溯到前段时间。修为不达标，体质平平无奇。哎，上去测天赋吧，别抱太大希望。石头年久失修了，再换一块，再换，再换，换！怎么没完没了了？不是石头劣质，是这家伙的天赋太恐怖，直接撑爆了测试阵法的上限。快让他停下！拜见师祖！竟然天生奇才，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弟子。什么？就这样，我莫名其妙的成了道宗辈分最高的存在。第一天，刚一会儿淬体进九重天，这就突破了。第二天，这就突破了炼气期九重天。唉，真没意思。第8天，筑基期九重天，第9天。我只是来吹了吹风，就凝聚了自己的意境。这修炼好像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。直到第10天，我正式结成金丹，彻底打破了修仙界前无古人的神话纪录。没意思。没想到我们宗门出了这么绝世天才，我宗要飞黄腾达了。就在所有人摩拳擦掌，期盼着我继续高歌猛进，带领道宗称霸天下时，我开始摆烂了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。百无聊赖。小祖宗啊，你天赋异禀，怎可如此虚度光阴？哎呀，我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，何必非要逼我这么努力呢？什么？师兄，懂了，小祖宗前期的修炼速度实在太过逆天，此时停下脚步，必定是想要好好沉淀，稳固一下那虚浮的修为，定是如此。然而，我根本没盘算那么多。中午吃什么好呢？突破跟喝水一样简单，这破仙修的还有什么意思了？真是乏味透顶。哇，师叔好牛啊！太强了，赶紧记下来，记下来。这是灵雨，灵雨，这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一开始，宗门弟子还觉得只是巧合，直到有一天，这红薯外焦里生，道宗食堂这火候控制也太差了，火要先旺3分，再收7分，就像修道一样，冲得太猛容易炸。什么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火候修道修的不是快慢，是火候。师弟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卡在瓶颈整整80年，突然就……掌门师兄，是祖师叔。刚才祖师叔在这里吃红薯的时候，随口点了我一句，师弟我瞬间茅塞顿开呀！快，赶紧考上，这可是大机缘！哇，感悟要来了！机缘没来，闹肚子来了，不好，又来了！我就随口一说，他们是不是有点太闲了？祖师叔，您如今说什么，大家都得当成大道真言来听，您可千万要慎言呐！那我下次还是少说话吧。可惜，就算我不说话，麻烦也还是会自己找上门。因为我在道宗的辈分太高，又实在太年轻，年轻到很多刚入门的弟子第一次见我，都会误以为我是哪位偷跑出来摸鱼的师兄。麻烦让地图，给我跪下！这是你师叔祖。师叔祖，李长老出关了。见过师叔祖。每次听到这称呼，我都感觉头皮发麻。明明10几岁，却总有种过上退休生活的错觉。后来，我索性摆烂的更彻底了。看烦了就跑去逗那些刚入门的小姑娘。是侄女，你这剑拿反了。还有你，结印的时候手太僵，修道不能这么绷着，得像我一样放松。也不知是因为我的话，还是因为我这张脸。反正自从我开始在各峰乱晃后，道宗女弟子们练剑的热情明显高涨了不少。拜见师叔祖，好巧啊！见到，好幸运。很多连陈客都懒得起的外门少女，如今大清早就跑来山道边练习，就为偶遇一下。师叔祖这般随性，宗门内的年轻弟子们倒是活跃了不少啊。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我很担心。掌门师兄可是带坏了宗门风气，其实无妨，年轻人嘛。我不是担心他带坏风气，我是担心有人把他拐走。若是被其他宗门那些不知廉耻的圣女妖女盯上，防不胜防啊！百丈，那连脸都看不清了。你们就是西门贵。我天不亮就去练剑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的心好痛。哎呀，掌门，百丈是不是太远了呀？我们只是想瞻仰一下师叔祖的风采，又不是要对师叔祖做什么。你们还想做什么？我现在算是彻底理解老祖当年为何非要把他死死圈在宗门里了。这哪里是什么天骄，分明是个祸水呀！不过话说回来，哪怕我什么都不做，体内的灵力也会自己疯狂运转。睡个午觉，根基就能厚一分；晒个太阳，经脉就会自行拓宽。这找谁说理去？最夸张的一次，是我午睡时做了个梦。道为何物？道不就是路吗？有路就走，没路就躺会儿。这就是你的道。怎么回事啊？九声钟鸣，这是有人触及大道共鸣的意象。师叔祖，怎么了？这么大阵仗？祖师叔，您方才做了什么？在睡觉？祖师叔，您再仔细想想，是不是梦到了什么特殊的东西？梦到有人跟我论道，不过我嫌他太啰嗦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梦中论道，那是大道留痕，那是亿万人穷极一生也不能遇到的绝世机缘，居然因为困了给打发了。仅是因为听说那小子睡觉触发了大道共鸣，这3个平日里自诩心性坚韧的年轻弟子，竟道心失守，直接走火入魔。徒儿，你可知自己为何如此特殊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你们修炼的太复杂了，明明1步能做完的事儿，偏要分成10步。我究竟该不该告诉他真相？连老夫自己也拿不准他究竟是什么，是先天道胎，是万古不出的悟道圣体，还是某位古老存在转世？甚至道宗古史里还记载过一种更离谱的天生道种，天地自行孕育的道之容器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天骄，而是这个时代的变数。
无论如何，在你彻底成长起来之前，绝不可轻易下山。为什么？我在山上都快呆发霉了。因为山下有人想要你的命。可是我又没得罪谁。唉，有些时候你活着就是得罪。对，危险归危险，但这山上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不行，得琢磨琢磨怎么偷偷下山。哎，咱们这护山大阵晚上一般会开几层啊？问个事儿，西北角那道偏门今晚是谁在守？啊，只是，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易容的功法？最好是连气息都能改变的那种。传我的令，护山大阵立刻加开2层，守山弟子轮值翻倍，所有的出山玉符全部收回，重新登记。得令。你们3个立刻去他住的封外暗中死死盯守，日夜轮值，绝不能让他踏出宗门半步。长老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不夸张，一点不夸张。您要真从我们眼皮底下跑了，我们几个怕是得当场暴毙。连化神长老都来盯梢了，看来硬跑是行不通了。不过，既然人下不去，那就换个思路，让乐儿自己上山不就行了？嘿嘿。没过多久，东荒地界年轻一代最盛大的盛会9宗会武如期而至。这场10年一度的盛会由9大宗盆轮流举办，不仅为了切磋排名，更是为了争夺进入太虚古境的宝贵名额。这一次轮到道宗做东，终于不用偷下山了，这回乐子自己送上门了。会武开始前7天，东荒最顶尖的一批年轻天骄陆续抵达道宗。最先来的是剑宗，其次是佛门净土，随后其余众多宗门接踵而至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道宗最近出了件极其离谱的事儿。听说了，说他们突然冒出来一位祖师叔，年纪轻轻的，辈分却高得吓人。辈分高算什么？最离谱的是，据说他只修炼了10天，10天时间就从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直接修到了金丹期。10天从凡人修到金丹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我顾长风苦修100年，历经无数生死搏力，才修成剑心通灵，如今也不过是金丹大圆满。修仙哪有捷径？说到底是空有噱头，道场便会露出马脚罢了。刚到这儿就听说有人10天追上他的100年苦修，这谁受得了？肯定是假的吧？我也觉得不太可能。吹不吹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会武开幕前夜，一群顶级天骄悄悄摸到了问道峰。他们心思很简单，先偷偷看一眼，若传言属实，那便记下；若传言不实啊，那道宗这次怕是要丢大人了。那位就是我们的师叔祖。就这。要吃吗？小僧不食荤。那你别闻，走。啊，这你真是10天结丹？差不多吧。其实没认真记。没认真记。这轻飘飘的5个字，在这些苦修多年的天骄听来，比任何直接的挑衅都要伤人。请阁下指教。现在？就是现在。可我鱼快糊了。只出一剑。行吧，那你快点。失礼了。这一剑，您斩月。这一剑的威力已经摸到了元婴期的门槛，寻常金丹根本挡不住，哪怕硬接，也绝对要重伤。什么？你剑挺好看，就是太绷着了。多谢指点。阿弥陀佛，我的佛祖。怎么回事？本以为这帮人总该消停了，怎么全坐下了？看我烤鱼能悟道不成？还有事儿？想看看您怎么烤鱼。你们东荒的天骄是不是脑子都不太正常？
离我太近了。第二天，顾长风紧急闭关，竟直接突破平检。小和尚只是静坐，竟直接幻化金身。消息一出，整个九宗都炸了。这2位顶尖天骄，无疑都是被林峰点过之后才突破的。自家这位还没正式出手，只是烤了条鱼，就把别家道子圣子给烤突破了，这谁能不骄傲？真是宗门福音啊！好了，这种时候还是要收心谨慎，做好完全准备。师叔祖，今日会武正式开始，还请您坐这主位旁镇镇场子。太晒，不去。前辈，您就当走个过场。怎么来来回回还是那些招式？你们修士打架就不能多点新意吗？道宗师叔祖既然如此看不上我等手段，不如下台指点一二。什么？这家伙也太不知死活了！行吧，那我就陪你玩一下。先说好，我懒得动手，你要是自己认输，也省得麻烦。狂妄！不好，万妖山的这个蠢货动了杀意。小老虎，给我定着别动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动不了了！我都说了，我一动手容易显得你们很弱。天出法随的雏形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根本不是普通的天赋高，他是与这片天地有着天然的契合。若放在乱世便叫天命本身。宗门会武后，师叔祖的事迹引爆了整个修仙界。若道宗养不起此子，我魔域愿倾力共治。一个能打破时代平衡的妖孽，果然没有势力会甘心放任其成长。师叔祖啊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又怎么了？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道宗，把那个孩子交出来，否则今夜便让你满山道统，进入黄泉。兴许老头别捂在手心里，小心话了。老夫的守兵还不如我来保管。黄泉老鬼，深夜来犯，你当真要与我道宗不死不休？老夫只要那个孩子，现在把那孩子交出来，今夜便可少死很多人。他是不是有病？非得大半夜来？师叔祖，你先回屋避一避。你们顶得住吗？大概是真顶不住的。黄泉，越界了。清虚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得了他一世吗？此子天赋太重，与其让他以后引来灭宗之祸，不如现在交给老夫。你也配？一气奔天！清虚老头，多年不见，你已经老成这样了吗？黄泉渡世图，这老魔疯了，他就把本命道徒都带来了。吵，真的太吵了。师傅，这人能打死吗？师叔祖果然还是师叔祖。若能打死，自然最好。那就行。啊，这就回去了？师叔祖不可！让一让，我去让他小声点。什么？这股气息，大道竟然在主动向那孩子靠拢。老头儿，能明天再来吗？我今天有点困，你现在闹，我脾气不太好。
小辈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和老夫谈条件？这小子竟然能驱使大道根源！这不可能！你身上明明只有金丹波动，怎么可能？我都说了，我今天很困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这种人明明早就被抹除了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算了，还是快点结束吧。哦，还有遗物。徒儿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他太吵了，我一烦，心里就忽然觉得他不该在那里。人畜法随？不，这已经不是人畜法随，而是这句话绝不能说出口，不能在徒儿面前说，更不能让天听见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最近怎么说什么都那么准呢？难不成是我病了？师傅，我是不是病了？你哪里病了？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说什么都灵，比如昨天，我当时就是脑子里想让他没了，结果他就真的没了。徒儿，你先牢牢记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以后千万别随便许愿。为什么？因为万一灵了，别人可能会死。原来我这诡异的能力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危险得多。昨夜那等毁天灭地的事，这小子要是还当成拍死一只蚊子般随意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必须查清他的底细，这是道宗开蚌祖师留下的东西，他照不出肉身容貌，只照本源。昨日之事太过诡异，为师也该真正看看你到底是什么。行啊，其实我自己也挺想知道的。镜子开始运转，散发光芒。可此时出现在镜中的并不是任何有形的事物，而是忽然撕开一个空间，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袭来。神魂要你吞噬这个诡异的力量，竟然是……师父，这是什么？不是体质，也不是血脉，你根本就不是某种特殊的人，你像是……这镜子要赔吗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想着赔？毕竟是我照碎的。徒儿，这件事谁都不许说，在师父确认之前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宗门。行，那我能走了吗？你去哪儿？晒太阳。去吧。林峰刚离开禁地，就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围住，全宗上下都在密切关注着林峰的一举一动。看我干嘛？师叔祖，昨夜之后，外界已经把您视为道宗最大的秘密。如今黄泉老祖已死，恐怕很快会有更多老怪物坐不住。宗门商议之后，决定暂时封山。又封？是为了您的安全。别说了，我懂，你们怕我跑。何止是怕，您老人家现在随手一指都能把大乘期修士点没。要是真让您偷偷溜下山，整个东荒怕是得被搅成一锅蒸。算了，封就封吧，反正山上还有鱼。硬闯肯定不行，这帮老家伙盯得死紧，偷溜也不行。护山大阵不是摆设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换个身份。既然大家都因为我特殊盯着我，那我只要伪装成普通人就行。接下来就是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普通人。师叔祖，您最近转性了？学无止境。师叔祖果然不愧是师叔祖，哪怕实力已经强到那种离谱的地步，居然还在主动学习来沉淀心境。检验一下成果，完美。这位弟子，你是单庭新来的杂役吗？怎么随便进主峰？师叔祖，
您这术法是从哪儿学的？闲着无聊，结合那些杂书自己琢磨的。我给它取名叫《平平无奇诀》。又是自己琢磨的，别人苦修一生呕心沥血才能创出的隐秘术法，您轻描淡写拿来当易容工具，这世道。喂，老头，不准再往上走了，宗门封山了。怎么回事？听不懂人话吗？往前走，小心被山门大阵把你轰杀。不对，他怎么？我只是来串门闲聊几句，还请小兄弟禀报一下。普通人怎么可能走到这里？快传讯！阁下何人？算命的。道宗已封山，不见外客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来见你们的，我是来见那个孩子的。阁下请回吧。唉，我若回去，他会死；我若进去，他也未必能活。你们现在最好让我进去，因为外面那群真正想杀他的人很快就要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封山的这2个月，不是在等风头过去，是在给人瓮中捉鳖的时间。再过3天，东方会有7件圣器同时落下，那时候跌到道宗，连你们脚下这片山脉都会一并化成灰。若是旁人再次口出狂言，我早当他疯了。可此人太平静了。你们聊什么呢？难怪我什么都算不清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。但我算了你3次，第1次算盘碎了，第2次挂盘裂了，第3次我的眼睛没了。你算我干嘛？因为我师门最后一卦算到东荒会出一个不该存在的人，所以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存在。我是人。好，那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。拿着，慢，这是我来见你的原因。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能替你挡1次命，当然，也可能替你要1次命。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一个能把自己眼睛算没的卦师，绝不会无聊到道宗开这种玩笑。3天后，7件圣器齐落道宗。诸位，最坏的情况恐怕要来了。 7件圣器同时落下，这意味着至少有7家顶尖势力联手。他们未必真想杀师叔祖，更可能是想探底。师叔祖，3日之后若真有强敌来袭，您可有把握？没打过，不知道。不过他们要是太吵，应该会死得比较快。别问他了，从现在起，道宗所有防御全部提升到最高。若真到了守不住的时候，便由我等拖住他们。全宗上下进入最高等级戒备，竖起护宗大阵，筹备灵草灵药，剑持求取飞剑，全方位抵御来犯之敌。3日后，7大势力围困道宗，宗门发动内外弟子展开全面对峙。所有长老立即发动所有弟子，守好每个阵眼，绝不能让外面的杂碎得逞。7大宗门找上门了，赶紧凝聚灵力，稳固宗门大阵。哦，人还不少。师叔祖，您还是回去吧。这些人里，有些并不比黄泉老祖弱。他们是不是都觉得自己有机会？若无机会，谁会冒着得罪道宗的风险来此？那他们胆子还挺大。喂，要不要进来喝茶？面对这一句邀请，万叫无声。能秒杀黄泉始祖的存在，即便面带微笑，也没人敢当成是儿戏，更没人敢真的踏入道宗。来了，不是1个，也不是2个，是7个。 7道极其古老、沉重且霸道的气息从东荒各个方向同时苏醒，
宛如7颗沉睡万年的凶星，在同一时刻睁开了眼。退，快退！阵月钟发动了，赶快凝聚灵力护体，抵御音波。若是被震到，会齐声爆血而亡。太白天剑，大家握紧飞剑，小心震碎脱手。太白天剑，九转佛陀塔，东周佛教竟然也来抢人。黄泉老鬼死了，黄泉渡世图竟然还存在，这群癫狂魔修，我的脑袋要炸了！这是济世五族的上古法宝封界碑，没想到为了今天能把家底都搬过来。道宗赶紧交出此子，切莫与正道作对。7家圣器旗帜，他们还真看得起我道宗。不是看得起道宗，是看得起他。清虚，今日便是最后期限，若还不交人，莫怪天道无情。诸位是想与我道宗开战？道宗若交人，便不算开战。不可能！那便开战。那些平日里古板、严厉，甚至有些烦人的家伙，此刻却没人后退。道宗这些人，好像也没那么讨厌。徒儿，走！本来还想再忍一会儿的，可他们老是砸我家。师父，这里早就是我的家了。我为宗门招惹滔天劫难，不能总让你们挡在我的面前。没想到我竟然惹得神州大乱，若是再摆烂，那就真对不住宗门师兄们。你刚才最吵。退，快退！7件圣器忽然被一股来自大道根基的力量贯穿缠绕，所有神器蕴含的力量被悉数没收。宗门师兄们，真是为我上了一堂好课。很久以前，在梦里走过的那条山道上，那道声音问我，道为何物？我记得我随口答了一句：有路就走，没路就躺会儿。原来不是躺，是开。最后，林峰催动手中的树枝，将体内压抑着的大道之力全部释放，为这场贪欲之战做上终结。这一刻，天地间再没有谁敢将他视作一个少年，更没有谁再敢生出半点抢夺圈养的贪念，因为他身上显露出的是足以凌驾一整个时代的绝对力量。这位师叔祖好像真的有点太夸张了。封界文，这是上古封界碑。师叔，什么是封界碑？那根本不是姬氏一族的圣器，那是上古时代用来封杀一整个时代天命之子的东西。耳朵好痒，这个碑中好像有传出一群人嘟囔说话声。诡异的红色光芒如海啸般向四面八方扩散。别碰，别接，别叫！认什么？退下山去！所有金丹以下弟子全部退到后山觐见，其余弟子立即展开灵力护体。师叔祖还在上面，留在这里，你们连替他挡风都不配，滚去后山！他们不是想夺走长生，而是想直接镇杀。徒儿，
快防备！这种气息和那些人的法宝完全不同，这不是修饰的东西，更像是天地本身写下的判词。这不是气，这是法，这是一整段被封在碑里的上古法。不是法，是令，这是上古封界之令，谁被点中，谁所在的时代都要一并埋掉。师叔祖，那师叔祖他……徒儿，这一次就退到祖师身后，为师替你挡。到了这种时候，第一个站到我前面的还是他。师父，你挡不住。挡不挡得住是一回事，挡不挡是另一回事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一劫，正无神通。道宗后人清虚，请诸位祖师护我道宗！开天，老祖为我！不好，是灭字血液！来不及！不好，太快，躲不开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生死铜钱忽然扭曲空间，将死印扭转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那瞎子给的铜钱，不是替我挡一次命，而是替我移一次命。如果刚才那道灭字没偏，我大概真的会有点麻烦。瞎子，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。第3个字来了，是绝字，3字血印最后一字，小心，3字中它的威能最大。还是赶紧结束吧，时间并没有停止。但一切属于他们的力量，都像突然失去了继续往下走的资格。我让你们滚！快看，师叔祖发威了！师叔祖果然厉害！哎，不对，这个碑怎么回事？3字血印，封界碑应该碎掉，怎么还会继续释放气息？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这是唤醒旧秩序。上古封界之手要重新落回这个时代。若这血印彻底成型，东皇年轻一代全都会被锁死。既是古族那帮疯子，他们要拉整个东皇陪葬吗？快跑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动手，趁血印没成型，毁了那块破碑！攻击竟然无效！封界碑这是觉醒了，被轮到的、被他锁定的人会被直接封印到碑界。终于，谁？别让它全部亮起来，那不是给你准备的碑，那是给你这种人准备的坟。别去看！这个碑中好像有众多哀鸣，他们在向我求救。被拉进来了，这里就是碑界。又一个，你是谁？执笔人代天收卷，代古封界，代诸事埋进不该存续之人。这套清除机制，专门用来抹杀连时代都容不下也掌控不住的怪物，而我显然就在此列。听起来，你们好像很有经验。他被拉进去了，拉进哪里？不是幻境，也不是识海，是背后的藏道古路。这一笔的真正目的，不是封修为，而是封印我的未来。一旦被击中，我所有的未来都会被钉死在这块碑后，永远停留在别人给我写好的结局里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就是被藏道碑埋葬的那些人。他们或许没死，但每一个都被这套机制彻底写废了。你们就这么甘心吗？若放任你们成长，时代会乱，秩序会崩，所以埋掉你们才是最稳妥的方式。你们这帮写字的，是不是都这么喜欢替别人决定日子该怎么过？别费口舌，听命便是。这笔写的太丑了，既然丑，那就不该落字。我只是单纯看不顺眼，
你已经学会改令了，必须从根本上抹除。终于可以解脱了，真好。好孤单的剑。原来剑也可以不向前。多西，他没有真正杀他们，他只是在给这些被时代囚禁的灵魂一个迟来的解脱。你在坏规矩。那又怎么样？规矩这东西，不合适的时候本来就该改。挑战权威，找死！这一笔写得太全，几乎不给任何例外留下生存的空隙。小子，你果然是天生道中，这大道本源就交给你了。这是薄荷种，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阿峰，这是母亲的声音，不是回忆，不是幻觉，是当年陪我熬过冷宫岁月的那个真实的声音。路太满的时候就种点东西，草也好，花也好，只要有东西长出来，路就不会死。原来母亲留给我的是这个意思。别管谁来写这规矩，别管这绝路有多满，只要还能种下东西，就还有活路。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你们写的东西太满了，郑重而轻柔，满得连一丝坚硬冰冷的赤红活气都没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给你松松土。卑贱，哪是你随便放个小苗就能生根的？别徒劳抵抗了。天地玄幽，永生道场，化灵为种，盈满四方。我能将你的卑贱改造，这不可能，此地无生。所以我才种。这天道孽种，胆敢破坏卑贱，赶紧住手！你想放出他们？不是我想放，是你埋得太久了，该轮到他们自己走出来了。真是压抑了7万年，感谢兄弟大义出手。真是好长一段冥想，又见面了，执笔人。你们已经死了，可我们从来没死过。贫僧早该圆寂，只是一直被压着，不得自在。既然都死过一回了，那再反一次，又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一战不该由我一个人打完，这是他们的路，也是他们的坟，该由他们自己来做个了断。这群残害大道所谓天命，别妄想对抗我。他们能打能反能拖，却始终赢不了。大道为力，岂能是你们能够碰瓷的？将你们全都打回碑里。受困的灵魂们终究还是敌不过，按下阵来，因为这里是卑界，而执笔人就是这方天地的规则和主人。你以为靠种一点东西就能改掉整座卑界？差不多，反正写东西我不会，种东西我挺擅长。一个破锄头还想颠覆卑界，真是滑稽！不对，住手！快住手！第4锄。那里没有坟墓，没有炼狱，没有阵法核心，只有一块极小、破败，甚至长着几根杂草的荒田。原来，千万年前，便有人在这卑界中留下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笔，数不尽的豪杰大名相继传递这丝微不足道的意义，直至我的手中。这世代前仆后继传递的便是道。大地天上！你果然最怕这个。你做这些会毁掉整个大道！给我住手！
飞界真正的敌本就不是他，而是这块留白田。如今田醒了，他这个写满一切的人也就成了多余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放出来的不是希望，而是混乱。乱点挺好，太整齐了，像坟。哼，既然你有这种胆量，若是还有第二个解法，那也不妨让你试试。这才是这座碑界最珍贵的东西，一颗真正意义上的无名种。谁种下它，谁就有资格在既定命运之外再开一条路。后面的路靠你了。哈哈哈哈！以后若有谁拿剑胁你，你就告诉他，剑是拿来开路的。愿后世再无碑中人。师叔祖都打成这样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滚？师叔祖回来了，我们赢了。回来吧，外面风大。好。至此，围绕争夺天命之子的大战终于告落，世间迎来久违的宁静。道宗在这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调养恢复，对于林峰来说，日子仿佛回到了从前。师叔祖，您如今已经强到那种地步，为何还是这副模样？路都给你们翻开了，剩下的自己走。啊。